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Mr. Lau，Mr. Lau， 我是米心。喂，不要叫我卖房子！我不是来叫你卖房子的。我今天是来买盆栽的。我听天祥说你在花圃工作，对植物花草很熟悉，所以想来看看你有什么好介绍。满天星，我第一次看到种在盆栽里的满天星，哎，真的很漂亮。Sorry， 会不会很难照顾？还好。这里有没有什么大型的盆栽适合放在室内的？大型的盆栽在那边。哦，你在这里工作几年了20多年了。这么久啊，看来你真的很喜欢植物啊。植物比人好相处啊。哎，你刚才不是刚浇水吗？会不会浇太多了？我是园丁还是你是园丁啊？对不起啊。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啊？我在做工啊。不要买盆栽你就走啊。Mr. Lau， 其实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坚持不卖房子，是不是有什么顾虑？我可以帮你。房子是我哥哥留给我的，不能卖。哇，累死了！发了这么多，一通电话都没有，这种日子要熬到什么时候？我已经很久没有玩 game 了哎。太惨了嘞！我这几天一直在外面跑哦，没有好好处理我的造骨带，现在旁边的皮肤都已经开始发炎了。哇，你 OK 吗？很多人听到我们的公司是小公司就自动扣分，其实真的不容易啦。你们都在做什么？现在是 lunch break， 客户有时间接听电话，你们快点打电话给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客户，叫他们尽快做决定。另外呢，我现在手头上有6间房源，有2个是老人家，他们要出租房子。老佑，你比较有耐心，这2间交给你。另外2间呢，屋主比较年轻，就交给你富二代啊。任品，最后2间的屋主呢，要求比较高，就交给你了。客户的资料和电话号码我都已经发给你们了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在2个星期内搞定。加油！2个星期？2个星期我真的没有把握。老板娘，他们现在手头上还有几间房子还没有 close deal， 你要他们在2个星期内搞定新的房子，那根本就不可能嘛。不如你给他们1人1间，我拿4间，我会尽量在1个月内完成的。当然不行，都交给你的话，他们怎么成长啊？哇！突然间啊，喘不过气，我要去医院了。你会换点心啦，啊？整天都是一样的，妈不在这里。咦，你不可以把我们3个人当成10个人用哎，我们会很累的。再这样子下去啊，你很快就看到我变成新闻上的男主角。一名年轻有为的男子因为负荷不了巨大的工作压力而暴毙身亡。哎呦，丽明姐，我也是担心我负荷不了。老板娘，连我都觉得这是有点困难了，更何况是他们。其实我这样鞭策你们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希望你们更长进。咫尺一家，迟早都要交到你们手上。我必须现在开始训练你们，确保你们不会砸了我这招牌。好了，不要埋怨了，快点动起来吧！来，加油，打电话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你吃了吗？哦，你自己打包啊？哦，
就这样吧，我们等一下再谈，拜拜。你找我啊？是啊，以后要找我的话，可以打电话给我，不用特别过来的。你怕我碰到钟意啊？对不起啊，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只是刚好在附近，所以就顺道过来找你。找我什么事啊？你记得上回我跟你提过，我想开面包店吗？怎么了？我刚好在附近看到一间正在出租的店面，我觉得地点还不错，要不要一起去看看？你真的想开店啊？做生意没有这么简单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以前在牢里也做过面包的，连监狱官都觉得很好吃，大家都鼓励我出来以后一定要开面包店。如果你不相信，我可以做来给你试试看的。我不是不相信，只是会做面包和开店是两回事。你是不是也看不起我，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先走吧，我们下次再谈。安迪，哇，真的是你哎！我们很有缘哦，又见面了。是啊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刚好约朋友在附近见面。哦，我就住这里而已。哇，这么巧啊！你下班啦？哪里有这么好命？我吃完过后啊，还要去见客户的。这么辛苦啊！你看起来很累哦。真的很累啊！房子现在啊，真的很难卖，你知道吗？我的运气又不是很好，连租房子的生意啊，都抢不过其他的 agent。哎，我可能可以帮到你哦。真的吗？Mr. Seng，他是马忠义，他是我的房东 Mr. Seng。哦 ，Hello Mr. Seng， 我是马忠义，是支持一家的 property agent。听说你想要买房子是吗？对呀，不过我有 agent 了嘞。那你把房子卖掉之后，有没有打算买新的房子啊？我要搬去跟我儿子一起住。Mr. Seng， 新加坡的 agent 很多的，一定要找一个最有能力的。你看钟意虽然年纪轻轻，可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的，他很可靠，又很有责任感。你把事情交给他，完全可以放心的。还有啊，你看他长得这么帅啊，笑容这么亲切，他和谁都可以打成一片的。他认识的朋友也肯定很多，再加上他是我介绍的，所以他肯定可以帮你卖到最好的价钱。帮顾客卖到最好的价钱是我的责任，因为我是 professional。多一个 agent 帮你卖房子也没什么坏处啊，所谓人多好办事，你说对不对？哎，好吧，就让你试试看啦。你们两个看谁先卖出去，不过记得要跟我卖到好价钱哦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请问另外一个 agent 是哪一间公司的？哦，看一下，这间就是这间。Xavier。嗨，你好，我是 ADA 房地产的 Xavier， 请问屋主在吗？他不在，他交代我留在这里等你。哦 ，OK， 谢谢。Mr. Ong， 来，请，来这边。屋主也知道啊，装修已经旧了，所以没有打算要抬高价格。而且你说你想要敲掉一个房间，所以这间房子啊很适合你啊 ，Mr. Ong。最大的优点就是啊，走路不到5分钟啊，就有商场和地铁站，离你的公司啊只需要3个站。这个地点的确是很方便。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这几天啊会很多人来看房子，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就要尽快做决定了。好，我决定买下。Steady， Thank you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好，我上个厕所。怎么样？这房子还满意吗？哦，我已经决定买了。其实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恭喜你买到好房子啊！哎，
是不是这间房子有什么问题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一个地点这么好，为什么这个屋主没有抬高价钱？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告诉别人哦。这里几年前发生过命案的，有死过人，所以那个屋主不敢卖贵。有人要来看房子啊，不过我拒绝了。我不买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哎，Mr. Ong，我爱你胜过了世间的一切。小宝佑，有没有剪刀借我啊？这把不利了。又是剪刀啊！怎么了？你记得上次来找我卖房子的年轻人吗？有点印象啊。我去帮他说服他叔叔卖房子，他不愿意听，还拿出一把超大把的剪刀指着我。啊？哇，那他没对你怎么样吧？你 OK 吗？啊？我 OK。我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，他还气到把我推出门口。他还推你？他根本是危险人物嘛！我不准你再跟他们见面。也不至于吧？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要伤害我的，只是他这么抗拒卖房子，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劝他。那就不要劝啦，新加坡又不是只有他们的房子可以卖。需要业绩，不可以轻易放弃。那你要放弃你的生命啊，有生命危险哎。我看着办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要去哪里？回家。我跟你回家。啊？我是说，我陪你回家。万一那个怪叔叔突然出现，我可以保护你啊。你确保太空闲了。你错了，我现在肚子饿得很，去你家煮饭吃。OK。哇，见鬼，真的什么都没有哎。我没空去买。没关系，我就让你尝一尝我们家祖传的万家牌特色销魂炒面。喂，相亲没有来，还有新的吗？将亲用完了，帮我到楼下去买一瓶新的嘛。喂，怎么了？你刚才说那句话，我突然间想起我爸。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他已经离开了，我真的很想念他。听说想念是有重量的，每一次你想起一个人，重量就会减少一点，慢慢的，重量就会变轻，会越来越好的。可是如果重量没有变轻，反而加重了呢？那就把想念的重量换成爱的力量，把那股力量转移到其他地方，比如说，你有没有闻到？哎呦，哇，哇呀！你看你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时候烧焦啊？害我告白又失败。Mr. Chan，这间房子的风水很好的，是会带旺人的，就好像屋主 Mrs. Ng 的儿女一样，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。只要住过这间房子的人啊，全部都很好运的。是啊，我刚搬进来没多久啊，就已经找到一份好工作了，而且薪水还很好呢。如果不是我儿子刚买的洋房啊，哎呀，叫我过去跟他一起住，我才不舍得卖掉。Mr. Chan， 你真的很 lucky， 你就是这间屋子的有缘人，一定要把握机会 ，OK？ 你最好想清楚，
这间房子啊发生过命案的，你还愿意买，你不会怕？你说什么？我的房子没有发生这种事哦。Xavier，你为了抢生意，这种话都讲得出，你太卑鄙了吧？哎，sorry 哦，这可不是我乱编的，是他告诉我 client 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以为我这么做可以帮到你，没有想到越帮越忙，现在还害你被人家误会造谣，都是我的错。你不用一直跟我道歉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帮我，而且上一次你帮过我，我都还没有报答你。走，我带你去吃好料。给我2杯冰糖雪梨，然后1个辣子鸡。安迪，你吃辣的吗？还是不要了，吃太辣太油的对胃不好。给我1个清炒芥蓝，还有1份水饺，还有……哎，够了，我们叫太多了，吃不完的。请客一定要大方一点嘛，不然会很没有面子的。我妈咪啊很喜欢吃芋泥，你应该也很喜欢吃吧？我也喜欢，不过很久没有吃了。那就2份，少糖，就这样。好了。看不出你吃的蛮健康的。还好啦，其实我平时啊都挺重口味的。不过我妈妈跟我说过哦，上了年纪的人一定要吃清淡一点，所以我帮你叫的都是比较健康的。你真有心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，你对我好啊，我一定对你更好。喂 ，Mrs. Ng， 啊，是啊。什么？1个礼拜？Mrs. Ng， 发生什么事啊？哦，Mrs. Ng叫我1个礼拜内一定要搬出去。什么？不是说好帮他卖房子了吗？他怎么可以这样？他那里可以随随便便赶你出去？不行，我帮你跟他说清楚。哎，不用，算了，反正我住他那边，运气也不是很好，搬就搬。不如这样，我可以帮你找房间，尽快帮你找到你喜欢的地方。真的啊？那谢谢你了，你的人真好。你人也很好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要 save 你的 number，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每次都叫你安迪，都不知道你叫什么。啊，我叫美珍。陈强先走了，拜拜。等下记得关门啊。拜拜。哎，你为什么会来这里的？我有事情想问你，打你的手机你又不听，我刚好在附近，就过来碰碰运气。找我什么事情啊？你跟你叔叔一样喜欢园艺啊？我才不喜欢这么无聊的东西，这些东西也只有他那个老古董会喜欢。哎，老板说要丢掉了，我就想说拿回去给他看吧。看来你还挺有你叔叔的心哦。那天我去找过你叔叔，问他为什么不肯卖房子。他说，因为房子是你爸爸留给你们的，所以他不想卖。你爸爸跟你叔叔感情是不是很好？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爸妈就离婚了。我爸爸去工作的时候，都是叔叔在照顾我的。后来，我爸爸得了 cancer， 他写了遗嘱，把房子留给我和叔叔。不久之后，他就过世了，也就只剩下我和我叔叔2个人。你爸爸离开很久了吗？12年了。怪不得你叔叔不想卖房子，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感受。但我相信，只要我们跟他好好沟通，一定可以说服他的。毕竟，你想卖房子也是为了筹钱出国念书，我相信他一定愿意支持你的。我没有告诉他我要出国。为什么？说了有什么用？肯定只会被他骂。他那么爱管我，什么都不让我做，就连我要去朋友家过夜，他都不肯啊，还说什么出国？管你是关心你，
现在你想出国念书，对你的前途有帮助，可能他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你呢。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他一定会拒绝你？这样吧，我陪你去跟他谈一谈。Mr. Lau， 你好。都说了不卖房子。我们今天不谈卖房子的事，我们谈谈天祥的事吧。你知道天祥的梦想是什么吗？叔叔，其实我想出国念大学。你要出国？天祥的成绩不错，他报读了英国还有澳洲的大学，都被录取了。只是那里的生活费跟学费都比较高，所以他才想要卖房子筹钱。你现在是想要丢下我？不是，我只是想出去看看世界。我不准你去。这是我最想做的事，你就让我去好不好？万一你在国外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向你爸交代？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会出什么事？准不准？为什么什么都要管？你真的很烦啊！我不准你卖房子，不准你出国，这是我们的家，我是不会答应卖的。我已经受够这个家了，不管你答不答应，我都会出国的。Mr. Lau， 你先冷静。我知道你想要保护天祥，可是他只是出国留学，他几年后就会回来了，他没有想要丢下你不管的意思。都是你！如果不是你骗他卖这个家，他是不会卖的。你滚！ Mr. Lau， 你冷静。滚啊！你啊！